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。看电视享5季，选中国广电。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文吉尔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吕阳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徐伟老师，欢迎。当然还有我们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，欢迎2位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。各位请看。当初我跟他在一起，是因为他看着踏实，能包容我。但后来我才发现，他跟个小女生一样，什么事情都要跟我计较。他根本就没把我放在心上，总是因为别人的存在而忽略我。我希望他可以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多一点。我认为我们都要有自己的事情去做，而不是只想着腻在一起。他自己无所事事，甚至还想干涉我的爱好和生活。我全心全意地对他，努力融入他的生活，但是我觉得他在未来的规划里没有我，我现在很迷茫。有请这对嘉宾，有请。男嘉宾小韩，22岁，来自安徽学生；女嘉宾小娜，21岁，来自安徽学生。有请2位，有请。哎，你觉得他帅吗？刚开始看着还挺帅的，现在时间久了感觉就那样吧。哦，日久生厌了，是这意思吗？还是他先搭讪我的嘛？什么情况？回忆一下。去年的7夕一个聚会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当时坐在一桌嘛，我们俩就有点看对眼了，然后他来主动找我搭讪，然后我们俩就微信就加上了。当天一眼看中，到了今天来是因为我看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哈。对，就看到男生你就怦怦心动是吧？没有，就是之前我们感情其实状况一直很好，一直处于热恋期。然后不知道到了哪个阶段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变得特别的敏感、小心眼儿，时间长了我觉得很累这样子。哦，姑娘累了，你怎么了？怎么那么敏感？就比如说他去理发店理发，别的女孩子去理发店理发不都是为了自己变得更好看一点吗？但他不是呀。他首先进理发店，先让理发师站一排，看哪个长得最帅的去剪。我当时是想着，我说我既然花这个钱去剪头发，对吧？那我得找一个性价比最高的，对吧？那我找一个长得帅、看着顺眼的这个。就是理发店的性价比一般是怎么比出来的？你给我们比一下。首先，我觉得Tony老师技术水平应该都差不多啊。然后我这能剪头发，我看着顺眼一点、帅一点，那我心情不好吗？明白了，剪得好，长得帅。像曲总这样是吧？对，我当时还在旁边呢，他就看上那个长得帅的那个。什么看上？当时是那个理发师，他跟我讲话，我们聊聊天啥的。那人家跟我讲话，我不能不理他吧？那不礼貌啊！那人家是在跟你客套呀，客套2句，你追人家问，我在旁边呢，那不知道还以为那给你剪头发是你男朋友呢。这个小心眼了，小心眼了啊！而且还不止这一件事情，还有哈。之前我比较喜欢打羽毛球。哦，好。然后我刚学球的时候，我想找个教练。然后教练分不分性价比什么的？也有点。也有哈。挑一个就是这个身材好一点，然后帅一点的那个。你看一样的问题嘛，这还是一样的。我跟他讲过我比较不舒服的点，他还是就这么做。我又不是说跟人家干啥，我们又没说到后面，哎呀，我们发个微信，我们出来约个饭啥的啊，也没有说什么。这些都没有是吧？没有，对吧？那你是吃醋了是吧？对，我就是心里不舒服啊。你是觉得他们比你帅不舒服，还是你女朋友喜欢帅的你不舒服？人家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嘛，在我眼里应该是我是他心目中最帅的那个。对。那为什么要他去找别的更帅的呢？他就是对自己不够自信，内心不够强大。我既然当初我选你了，那说明就我认定你了，那我又没有跟人家做什么出格的事情，他就是小心眼。那她是你心目当中最美的那个女的？她肯定是我心目中最美的那个呀。确定哈？确定啊，因为我就谈过她这一个初恋，她是我的初恋。难怪你看人家小心翼翼的呵护这份情感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然后他就是因为我学球嘛，那我后面球技我肯定也有长进啊。长进之后我就进了我们学校那个社团。哦，这还是个连续剧。对呀，进了社团之后，那羽毛球社嘛，那肯定是男多女少，男生有10几个吧，那女生就少一点。就3、4个这样子。有时候我就打混双什么的，学长带打球。那有时候我也带他去啊。
哎呦，看到我们打球就不高兴了，因为有时候有什么好打一个好球啊，我们可能会这个击个掌、碰个拳什么的。哪有击掌碰拳啊？有时候下场还帮人家捏肩呢，我还在旁边呢。给谁捏肩？就比如说他队友打得好，还给他捏肩怎样的，我就很。哎呀，这个心都碎了吧，孩子？我在旁边站着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了。我们那都是朋友，都哥们儿关系。他们平常私底下就是有时候还叫我娜姐什么的，我们都是那他们给娜姐捏肩吗？有时候偶尔。原来也给娜姐捏肩啊，这确实受不了哈。我肯定受不了。哎，你们这个社团是仅仅打球，还是打球之后还有一些业余活动什么的？啊，白天学习，我们一般这个打球活动有时候都在晚上。然后我们晚上打完球之后，我们可能会一块儿去团建、玩桌游啥的。然后有一次正好赶上一个男生他过生日，他说要报备，那我就给他拍个视频呀。然后我们当时是在就相互往脸上抹蛋糕嘛，很开心，我给他拍个视频。哎呦，一下就炸毛了！你说什么啊？你还是女生吗？啊，你就这样跟男人啊这样什么玩啊？我说我们都是朋友啊，又没什么。他说的轻巧，别的女生为什么没有啊？身上都干干净净的，就他给我发，他脸上、身上他穿的是裙子呢，全都是蛋糕怎么样的？而且真的我身上又不是我能控制的。而且他平时他打完球的晚上都9点了，我说9点那么晚了，他还要去跟人家玩桌游，一玩都12点多才回来。那是我的自由，我有自己的社交圈，我也有自己的权利去安排我的时间跟事情。是。那为什么我也有自己的圈子呀？我平时除了学习以外，我跟我朋友去打台球干什么的？对呀，那我也没有不允许你去做这件事情啊。我今天晚上的时候就来陪你，我也希望你晚上来陪我呀。对，他还特别离谱，你知道吗？他给我下了个规矩，晚上9点钟之后你不准出去了，就跟我待在一起，剩下的时间都是我们这个甜蜜幸福的时间了。那我也不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吗？9点钟之后外面多危险啊！一个女孩子家的，有道理啊。我就觉得他特别束缚我，让我觉得没有自由感，就是而且我打球又不是我天天都搞这么晚，我这一个星期2、3天这样的。所以姑娘谈恋爱干嘛呢？你要一个人单身，你愿意怎么玩怎么玩，没人管你啊。不是啊，那我有时候玩这么晚，有人关心我，我心里还是温暖的。哦，既要又要还要。我只是希望他能够理解我。哦，还要理解吗？你看，喜不喜欢？喜欢肯定喜欢呀。平常对你好不好？还好，好。到底是还好还是好？是好，但是我觉得太过了，有点就是他没有做什么事儿让你觉得太过？我自己本身性格就是大大咧咧的，有时候他很煞风景，你知道吧？就我会喜欢夸他，说宝宝你长得真帅，我说我们以后要生小孩肯定很像你啊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然后我还说，我说你是我见过所有男生当中，哎呀，感觉最好的。我说跟你在一起很温暖，很开心。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对吧？哎，拥抱一下，哎呀，再亲一下，那多浪漫，多温馨啊！他这个时候他会说这个，他会说你跟你前男友是不是也这么说过啊？什么？不是，你就回答他没有前男友，全网无前任，我只爱你，只有你。这个说明文老师的男朋友也有这个毛病，答得多好。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我当时就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初恋就是他呀，我也不懂他这些为什么就突然讲这些，我也挺莫名其妙的。他而且说的就很熟练，知道吗？啊！我也想，你前面你都谈过恋爱了，我是你第一个，你是不是跟前面的男生都这么讲过？哦。我觉得我就这么说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。还没问题呢，这个事情我跟他讲过之后，我说你不要老这样猜干嘛的，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。然后有一次骑车的时候也是的，我经常骑我的电瓶车去接他干啥的，他也老是问什么啊，你前男友是不是也坐过你这个后面，坐过你这副驾呀？那别的都是男生去骑车去接女生，你天天骑个车来接我，那你为啥不骑车接他呢？因为他喜欢骑车，我不喜欢骑车。对啊，我性格就是这样的，我喜欢这个方向盘在自己手里的感觉。看出来了。他那个说的都好像我对他都没有感情，全都是技巧。那我对你真的一点感情没有吗？不是，你有还是没有？有啊。你是怎么表达出来对他有感情的呢？甜言蜜语，我们平常也待在一块儿。啊，哎，你们俩这个性格有点搞反了哈。你看啊，约会这么听起来，女生比较主动。啊，女生说我要把方向盘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，好像这段情感的主轴关系是握在女生手里的，是吧？然后女生有大把的社交，好像男生这么听起来也没什么社交，是吧？对。
未来是打算做一个主内的男人，是不是？他是想让我做主内的。嗯。这个事情是我有规划，我跟他提的意见。说说你的规划，你看看。但是他不同意。啊，你啥规划？他其实性格有点柔弱。就之前我们坐那个长途汽车陪我出差那时候，我中途想上厕所，然后我让他去帮我跟司机说一声，那怎么搞？那磨磨唧唧就不去，最后还是我自己去的。啊。还有什么？我们去那个驾校去学车，教练好像就针对我似的，然后一直说我脑子不好。那我这个性子，我听着我心里能快活吗？受不了，对。但我想着我男朋友在我旁边，我男朋友肯定要帮我讲两句啊，什么都不讲。但其实我对他了解也能接受啊。然后我就跟他未来这个规划，我们就说了，我跟他说规划，我们听听未来。我说我这个性格，我主外，你主内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性格也挺互补的。平常我有时候，这个周一到周五是学习，周末我也经常出去兼职，然后我就给他，就租了个小房子。我是想让他练练家务啊，做做菜什么，练习练习。如果他达标了，我到后面我就去跟他合租。结果他干2个月他不干了。然后他跟我赌气，你知道吧？他还自己出去找兼职，去跑外卖干啥的。我觉得没必要啊，他就是在跟我置气。那我觉得你能去外面打拼干嘛？我觉得我也挺年轻的呀。而且我朋友说了，我这造财赚的男人，都有一天会被别的男人取代的。自己都没有什么主见，你就听你朋友这样讲。是，他负责貌美如花，你负责挣钱养家。对，这话可不能谢啊。我觉得我干得还不错，虽然我说现在有点社恐之类的，但我觉得。后面的话，我练着练着，我也可以像他一样，不是这么害羞这样。是你讲一个家庭，你总有一个人对吧？得多兼顾点家里啊。不是，这跟家庭还离得比较远吗，姑娘？之前去他家里，其实我不是很想去，因为我也觉得确实还没有稳定。但是端午节的时候，他叫我去，我还是去了。去了吗？去了。后面你知道他妈妈跟我说让我以后每个月都到他家去一次。然后我当时心想，我说这是干啥？我说这才哪到哪？但我妈妈当时不就是客套嘛，就是讲意思你平时没事来家里玩玩做客。但我妈妈当时还以为是怠慢她了，直接就给我妈妈拒绝了。然后呢，我妈还特意回房间去给她包了个2000块钱的红包。搞得我很尴尬。你说这红包我咋收啊？因为我觉得是我们俩谈恋爱，就是都说祸不及家人，对吧？祸不及，你们俩谈恋爱是祸是吧？不是啊，你说从那个校园到婚姻，你说10对里面哪可有1-2对吧？那你为什么对我们的爱情没有自信呢？不是这么想的，我们看现实，它就是这样子的。我说我们俩谈恋爱，又不是说跟你妈妈在一块谈。但我就觉得他没有把我放他未来的规划里面。你看，他就恋爱脑，都说什么男生来哄女生啊，都是我哄他了都。现在都是你哄他哈。这有时候好多人哄他，我就不想哄，我说你自己好吧。你女朋友会关心你吗？她关心我倒是有，但是她也很倔很犟的感觉，就是她明知道我就是因为那个事情生气了，她就一直就不睬我，我也不理她。那不然呢？就哪怕他给我一个台阶下，我们不说要有心有灵犀吧，我觉得你看到我是这样子的，你就应该要给我个解释，我觉得也是好的呀。我平时也会给他道歉，怎么样？什么检讨我也没少写，都是我给他道歉。你写检讨啊？对，我有时候特意给他写检讨。有一些小事，我觉得我气不过，我就总觉得他必须得有惩罚，他下次才不会这么做。然后我就让他写。我看他很生气的感觉，然后我说我写个检讨，这样我显得我真诚一点。但我觉得我可以这么做，他就哪怕给我个台阶下，我道歉也好怎么样，我都可以。但他就不这么做。我越看他这样，我就越不道歉，我就看我不道歉，我看今天到底谁道歉。最后一般谁道歉？他道歉。他每次有时候就算我就是他做错了，后面搞着变成我跟他道歉去了。问你个问题，跟他谈恋爱开心吗？前面开心，后面他越来越，我感觉他不理解我，就变得不开心了。这是初恋对吧？初恋初恋成功率很低，你知道吗？但我也想跟他一直走下去的感觉。你认准他了是吧？是这样哈。是这样的。就这男生对你来说有点弱是吧？你是想找一个更强壮的男生呢，还是找一个就像他这样的？因为你要掌握方向盘嘛。我是想掌握方向盘，但是我觉得我不想就是说这么快的就是你不想耽误了他是吗？我不是不想耽误他，我有时候还觉得他耽误我呢。但是我觉得他也，就是我觉得首先我跟他在一起，我是觉得他首先他为人正直，很善良，这是我喜欢的点啊。但是有时候不喜欢的点呢？我不喜欢他
胆小，然后我不喜欢他猜忌我什么的，然后他就是很小女生嘛。啊，对你这个词用的特别好。你们俩今天来干嘛呀？今天来就是我觉得我老跟他讲一些道理什么的，他听不进去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让大家把他给劝动，不是说不是你让大家把他劝成一个男子汉，还是把他劝成一个小男孩？我希望他有时候小男孩一点，但是大部分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能够勇敢一点，像个男子汉一样，多给我一些信任啊、包容。他知道我哪里不好，你哪怕就是，我觉得你喜欢一个人就得喜欢一个人的全部。哦，对。那你觉得你哪儿不好呢？我其实有时候脾气是倔了一点，但我人就是这样。懂。接不接受跟他分手？不想分手，我觉得像男人一样的回答。我说不想分手。像男人一样的回答。不想分手啊，好好说。我不想分手。想不想跟他分手？我不想跟他分手。接不接受跟他分手？不接受。能不能主动提出来跟他分手？不能。这个没出息的，你看，你得说能啊，对吧？如果不合适，当然是能了。调教一下是吧？用你们的话说叫可咸可甜是吧？甜啥？不要他甜。哦，要可咸，是这意思吗？就不要甜了是吧？现在已经齁得慌了是吧？有时候甜一点，他自己看着办吧。不就是说还是需要他切换的对吧？在你说情话的时候，他得跟你一起说情话，对吧？在你需要他大度的时候，他得放任你跟你的这个羽毛球的伙伴也不是互相按摩啊，不是说是吧？放任吧，就这意思。偶尔吃点小醋可以，你闹人就不能老吃醋，是吧？生气就没必要了。懂了啊！还有别的吗？啊？还有就是在外面能保护你，但是回到家里还能做饭，是吧？是不是这样？要求非常全面，像个男人一样的回答，能做到吗？我试试。你试试，你不能孩子。好吧，老师们，你们看怎么办吧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小娜，你有点像个直男。我性格就比较大大咧咧的，有时候不会想那么多。啊，那我跟你说啊，他就是一个扭扭捏捏的人，你自己能感受到吗？你现在是因为你还是学生嘛，所以你可能会想去说现在谈恋爱开心就好，但是你要用他能够听得懂的话去跟他交流。我从今天整场听下来，我觉得你们两个是听不懂对方说话的。是，我觉得他听不懂我说话，你也听不懂他说话，宝贝儿。你可以做一个快乐的人，但是你不要在情感里面做那个很自我的人。整个今天听下来就是他很幼稚，但是你过分强势。他可能温温柔柔的，他一定有他的优点，但是当一个人的优点变成缺点的时候，你要去想，那除了他的优缺点之外，还有没有你可以仰望他的地方？男女关系当中，你一定要去喜欢这个男人，你要去仰望他，他一定要有你觉得很厉害，你很钦佩，你能够一直为他付出，你甘之如饴的那个部分。你要去想一想，他身上有没有这种闪光点是吸引你的。我整场听下来，我觉得你别的问题都不大，但是他母亲去对你表示友好，你让他母亲下不来台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是不对的。那第二个问题是，你们两个，我只能说是短暂时间的合适，是不建议你们长则的。他本身是一个有一点拖泥带水和不会去说不，他也不敢说不的人，这是他自己的性格和原生家庭，他的成长环境决定的。那你明知道他是一个这样的人，而且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这个人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了的话，你一定要勇敢大方的说出来这个事情。可是他有时候舍不得的态度，搞得我也就有些动摇了。所以你们就摇摇摆摆到这儿来了呀。你们只有两个心智达到一定的水平线的时候，你们才会是一个成年人之间的对话。在这一段感情里面，更多的你身为一个男性，你没有去给他情感上的支撑，你没有给他能力上的支撑，责任上的支撑。你现在说的所有的事情，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你想你要。弟弟，我想问你，你凭什么想，凭什么要？在一个女生你觉得她比你强的时候，难道你要一直用这种你不要离开我，我求求你，你别走，
好跌份儿啊，学会吸引，而不是学会去强制别人给你想要的爱情。你也是一样，你现在所有一切看似你在高位的一些行为，其实只是因为他离不开你。如果他今天要离开你，他不喜欢你了，你所有的这一切的行为，在我眼里看来是胡作非为，妹妹。当你还有观众的时候，请你做一个好的演员。说完了。我觉得在今天这个舞台上，2个人站在这里，女孩子抢了99%的光芒。你知道为什么会让很多人觉得你有魅力吗？是因为你有底气。你可以在生活当中，就像你说的，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，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去做你自己。但是你用你自由自在的这个底气去压制住了他的底气，他和你在一起已经越来越没有底气了。和异性在一起，他脑海当中只认为只有喜欢和不喜欢2种选择，他的发展方向就只有男女关系这种方向。所以在他看来，你所有选择发型师也好呀，选择羽毛球教练也好呀，他绝对不会认为你们会有成为朋友或者成为队友、成为搭档的可能。他认为就是喜欢和被喜欢，喜欢或者不喜欢，这和他很单纯的这种情感经历是有关系的。但是因为你一直都在征服着你所喜欢的一切，或者你去主动的选择你想要去选择的人群，你会认为在人际这种关系当中，不仅仅只有喜欢和被喜欢，还会有朋友，甚至和前任还可以回头再做朋友，还会有擦肩而过，都会有。你觉得人和人之间这种关系可以有错综复杂很多种，这都是因为你的认知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，但他没有，他只有你。你看你的生活多丰富，他的生活只有你。先给女孩子忠告，我觉得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，好的爱情、幸福的爱情不一定是互补的，相似的幸福度会更高。所以如果你还想往下走，把它试着带入到你的生活圈里，和你成为更相似的人。还有男孩子，我要给你的一句忠告就是，往往看起来大大咧咧的人，其实他不会越格的，他往往内心的自律度会更高，他往往会选择就是我大大方方做自己，但是我同时还和规则和平相处。你要在这一点上对他有一个起码的认识，这就是我给2位的建议。我觉得你俩在现阶段还挺合适的，男生没有谈过恋爱，喜欢这种勇于冲在前面的呀，阳光明媚的呀，对吧？掌握着你们那自行车方向盘的这样一个姑娘。你看为什么你带着你女朋友回家，你妈特别满意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妈说挺喜欢她，但是她跟我说主要不还是看你嘛。她的意思也是让我们谈着试试。你妈妈觉得这个女孩适合你，因为她特别了解你的性格。你确实性格当中主见不够，她看到这个女孩挺有主见的，挺阳光的，挺能长事儿了。你妈觉得你找这么一个姑娘，她放心。实际上呢，你在恋爱当中，你的体会是什么呢？你真的放心吗？我觉得好的爱情没有什么一定什么男的就要阳刚，女的就要阴柔。现在这个时代，大家都在发展，性格也是多元化的，两性相处的方式也是多元化，没有对与错、好与坏。关键是我们在这个爱情当中有没有被滋养，有没有觉得很放松、很愉快。如果真的在这段爱情当中学会了什么，成长了一些，当他希望你能出头跟司机师傅说我要去上洗手间这件事情，女孩子不太好意思说，你应该为了这个女生真的可以站出去。但你一点也没有成长啊，你这越谈恋爱越往后缩了呢，什么事都交给他去闯，什么事都交给他去做。你想想这段爱情对你来说有成长吗？我觉得没有啊。其实你内心也渴望自己强大啊，他给你租了房子你也不愿意啊，对吧？他说他要养着你，让你干家务，你也觉得哪儿不对呀？不对，要去做呀，要去改变呀。就像他说的，我们生活的节奏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的。我要什么样的生活，我自己得去争取啊。所以我真的不看好你们这段感情，我觉得你在当中不愉悦。如果你真的彻头彻尾像他说的是个恋爱脑，是个愿意跟在女朋友屁股后面的，愿意做家务，将来我们真结婚了，男主内女主外，你也甘之如饴，你还不是吗？对不对？
女生其实我不太喜欢你的性格，我觉得女孩子大大咧咧、阳光开朗没问题，但是你太自私了，太没有边界感。什么男生按摩吧，蛋糕涂一脸了，什么在一排理发师当中挑你一个觉得性价比最帅的，我听起来我要是你的家长，我都不好意思。咱就再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男朋友站在旁边说我在一群理发师当中要选个最帅的，这是起码的尊重和家教的问题。时代在变化，我们人的边界感始终是一致的吧？我觉得你不够尊重他，也不够自重。活泼开朗外向的姑娘性格是好的，在这个社会中打拼，我们是有自己的一套的。但是尊重别人与尊重自己，无论是恋爱还是工作当中，这是必须要做到的。既然有了男朋友，既然男朋友第一次谈恋爱，既然男朋友比较文弱的一个性格，他看不惯这些，你还不能改吗？为了他，跟男生主动划清界限，打羽毛球按什么摩啊？啊？你觉得合适吗？他去给一个小姑娘当着你面按摩，给人按肩膀，你舒服吗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咱现在不是这个时候，咱就爱玩，爱和男生打成一片，咱就是假小子性格，你去呀，你别拖着他呀。所以如果不能尊重他，你就放开他。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两面性，就是男人身上有女人阴柔的一面，女人身上呢也有男人阳刚的一面。只是看对待什么样的事物，然后对待什么样的人，我们有不同的表现而已。但这就是我们的性格。所以说，虽然男生长得瘦弱一些，是吧？然后表现出来的可能会，婉约一些，但是我们不能没有力量。真正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内心。我们对这段关系，我们对自己有信心，那你的力量就起来了。你现在切切不可能留在家里去充当所谓的主内的那个角色，因为真正能够做到主内的男人，内心是无比强大的。他是对自己笃定，对关系有信心，他才能做到这一点。但现在你明显的就是对他没有信心啊，因为你从他身上你看不到让你踏实的那一点。他能当着你的面跟别的异性边界感不强，能够不尊重你的母亲，这都是你的不安全感产生的由来，这没有问题。这是你们关系出了问题，不是你的性格，不是你的这个人出的问题，听懂没有？女生，我不是不喜欢你的性格，你的性格其实很招异性朋友的喜欢，对吧？因为你很容易跟人距离很近。但如果我是你的男朋友，尤其我在他这个岁数是你的男朋友，我一定做出一个有力量的举动，就是咱俩说再见。你心里没有我，谈什么尊重？我之所以不选择你，不是因为你的性格，而是你太自我了。这段感情对我来说是伤害的，我一定会离开。之所以他没有离开，是因为他没有我说的那种力量感。他以为是自己的问题，以为我要阳刚一些，我要男人一些，我要在公交车上说停车我要上厕所，你好像你就会对我专一似的。错了，在我看来你不喜欢这个男生，你现在可能只是他能够接受你的一些负面情绪，甚至于说他能够接受你的霸道，但在一段关系当中一定是公平的平衡的，不是你们这种状态，所以我不太看好你们俩。就这样，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比如你说我的性格就是这样，不代表你就可以任性。我觉得你可能是在他面前是一种炫耀你的情感经历可能要比他丰富，因为他是第一次嘛，情感小白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我觉得我去炫耀我的一些优势，而且这个男孩，我觉得你看过那个《我的野蛮女友》吗？你越拉他回不来，你可以尝试啊，你去跟着他的节奏一块疯一块玩，你试一下。你们可以回去一块看看这个电影，也许吧，会对你们有点帮助。我觉得你们的状态让我想起现在网上比较流行的一个段子，叫他跑他追他插翅难飞。那么对女生说的是，这个娜姐，甘蔗没有两头甜。你如果想要一个在外面能帮你出头的一个男人，那你就要接受他对你的掌控。你如果想要一个比较温顺的一个小舔狗，那么你就要绝对的有一个更多的一个付出。所以说，你看你想要什么，然后呢，对男生说的就是你现在是全心全意的爱他，但是呢，不管什么时候一定要保持独立和自我成长。好。
如果你喜欢他，你可以带着他成长；如果这不是你喜欢的那盘菜，你可以换一盘你喜欢的菜啊，何必那么较真儿呢？我跟你说，有些东西要跟你女朋友学，有些东西就别学了。什么是成长呢？舒服我们就继续，不舒服我们就退出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。其实我有时候知道我有很多地方做的不是那么好。我知道我有时候其实挺霸道的，有时候看到你为我这样难过，我也很心疼你。但我有时候更多的就是恨铁不成钢。我说你为什么就是想不到呢？对吧？你怎么就做不到呢？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我才会这样。我不是说我也，虽然说我表现得很像个男人，但其实我心里也是有小女生的心思的。我也希望很多事情你能够懂，不用我讲。我其实我也觉得我有时候是没有这么强势的，所以我还是希望你能更多的去包容我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预测一下，男出女不出，男出女不出，双出，就是虽然是最后不会成不合适，但是现在也分不开。好，双不出。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哎呦，秃的哟！这姑娘看他那一眼都是特别慈爱的那种。来吧，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小情侣的浪漫时刻。各位请见证。我就跟你讲，你要听，我讲什么你就做什么就行了。好。先亮灯。刚才你们俩说什么呢？好像说我说的你要记住，他说好。谁说的？我说的。哦，谢谢两位。谢谢你们，请回。祝他们开心恋爱，好好成长。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我觉得他很有心机，把我当成他升职的跳板，对我的态度和之前相比反差很大，我心里很不平衡。他要求我工作生活两手抓，但是我真的做不到，只要我做的不合他心意，他就和我吵架。他现在对我不用心了，而且还公报私仇，当初的约定也说变就变，我对他很失望。我觉得工作上公私分明，就事论事，生活上他就应该多听听我的意见，而不是高高在上，如愿自尽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张先生30岁，来自黑龙江，公司职员；张女士28岁，来自黑龙江，公司职员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这资料我还以为错了呢，俩人都是弓长张哈。对。现在还在一家公司吗？在。现在谁是领导啊？现在我俩是平级，之前他是我领导。这职场上面怎么能这样呢？你利用职权啊！你这个。他先追我的呀。就是我是觉得我遇到了喜欢的人，我就勇敢的追求一下。男生就应该这样。追了多久？追了2个月，然后在一起2年多，现在。今天为什么来？其实就跟他升任部门领导有关系。就他当了领导以后，我觉得他变了。咋变了？就之前的话，因为我是部门小主管嘛，他在我手底下做事儿。啊。然后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之后，我就发现他在利用我俩的恋爱关系，然后就慢慢接触到上层关系了。然后他现在就调到一个新部门了嘛，属于升职了。但他升职之后，就对我的态度前后就简直就是180度的大反转，我就觉得我被利用了。不是的，主持人，我觉得他就是想多了，因为我俩在一起2年多了嘛，热恋期
早就过了。我觉得生活就是应该平平淡淡的。然后现在他就是看我跟他是平级了嘛，心里嫉妒我，气不过。我绝对不是出于嫉妒，就是他前后态度。我可以拿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来说。对对对，您说小事儿。就他之前跟我出去的话，都主动帮我拎包，然后在家还主动做家务。现在也不拎包了，也不主动做家务了。然后出去跟我吃饭都不跟我同桌，出去也不跟我牵手了。然后最让我觉得生气的一点就是，他现在下班之后不回家，就躲在办公室打游戏。这是不是个事实，先生？是事实，但是事实是事实。对，我的妈呀，这绕口令都来了。我可以解释一下，就是我们吃饭不在一桌，是也是因为那个工作的原因嘛，因为我们那个单位明确规定不让搞办公室恋情嘛，我们就是私底下的，不牵手我也是怕同事看见。那为什么不给拎包了？不给拎包是我是有的时候给他拎包，但有的时候工作比较忙，没来得及给他拎包，然后他又生气乱发脾气。为什么打游戏不回家？我说一下，我一回家呢，他就让我打扫卫生、做家务。之前是我主内，他主外，然后现在我俩都是，现在我也升职了嘛，然后我工作也比较忙，我上一天班了，我回家我也想休息，然后他一回家呢，他就在床上玩手机，然后指挥我做这做那，他就是想控制我，然后我心里肯定也不平衡啊，我也想找清闲，然后我就回到单位打游戏，我就不回家，因为我们一回家就吵架。所以他有一个结论是对的，就是你跟他平起平坐之后，你变了，这个结论是对的，对吧？对。但是利用这个结论好像不太正确啊，你这个有证据吗？证据我怎么说呢？就是因为之前他部门的那个女领导其实是我的领导，他也是通过我才跟那个女领导认识的嘛。就这个东西没办法说能说一个确切的证据。我觉得他就是想多了，因为我只是想搞好职场关系嘛，就是在职场上拍领导马屁什么的，给领导端茶送水很正常，我觉得。就是你也承认你拍领导马屁？对，我承认，这叫向上管理向上管理啊。行，那个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因为之前我们2个人工资卡是放到一起的，我管钱嘛，然后呢，他升职之后，他就说2个人的钱要各管各的，然后他就把他自己的工资卡给要走了，然后他还说什么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说我不会理财，他这明显就是，这有阴谋败露、准备出逃的那个意思，是吧？把钱准备好，准备跑是吧？主持人先不回家，对不对？阴谋败露了，然后准备出逃。主持人是这样的他不会省钱，他该省的不省，该花的不花。那你为啥那会儿把钱给他管呢？现在你那个时候还不够了解呀。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买那个吃的，他总是先把好的放坏了，然后吃坏的。对，他就是这样。然后有一次他那个香蕉嘛，外边都黑了，里边都软了，他非要吃，然后吃坏肚子都去医院，他也不长记性。然后晚上的时候他也不开灯，然后弄得家里黑不隆咚的，跟我说他要省电，还让我用淘米水来那个浇花，他浇的那个花都生虫子了。他是对我抠，我是觉得我把钱放在他手里，我的生活质量下降了，所以我也想这样的。你是准备出逃了吧？不是，你就是准备出逃了，准备好钱就是准备跑路嘛，所以人家说女人的直觉是对的呀。就是这前面我还不觉得咋样，就说到钱这个事儿，太凑巧了，兄弟，一升职就把钱要走了，太凑巧了，说不过去了。不是，我们以后还要攒钱买房子呢。还有以后吗？有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我就觉得他刚才说的不对，他说的那些就都是生活当中的小事儿。对，你说点大的。其实也就是工作上的事儿。工作上怎么了？对，他升职之后就跟他那个部门女领导就各种献殷勤，端茶倒水这都小事儿了，就是平时的话还夸人家就是衣服怎么好看，然后妆化的怎么好看。我记得就有一次啊，我们2个部门之间本来是谈合作嘛，他就因为一点小事儿就一直揪着不放，就鸡蛋里挑骨头，让我们那个同事就一个 PPT 改来改去的，改了1周才改完。就是我就觉得他就是故意在领导面前表现他自己。我觉得他就是想多了。我是觉得工作是工作，生活是生活，因为我对工作态度非常认真。虽然说我俩是情侣关系，但是他工作有问题的话，那我不可能包庇呀。我觉得这都是他的借口，太冠冕堂皇了。还有别的疑点吗？
他说我对他小气吗？其实不是的，你能看出来，就是他有点胖，对吧？我还特意花钱我给他办了一张健身卡，我就希望他下班之后多锻炼锻炼身体，减肥，然后也是能缓解一下工作上的压力。然后他自从办了这张健身卡之后，他就各种找理由就不回家。他对他自己一点可都不节省，他经常跟他朋友出去做脸，办卡一次就几千的，然后对我就特别抠。行，不在钱上面说了，你们现在在资料上面是黑龙江人，对吧？对。公司在哪儿啊？在北京。这个怎么打算呀？未来我是打算在北京赚钱之后回老家买房子，回黑龙江买房。对，因为他也是黑龙江的嘛。哦，你怎么打算？我是特别想留在北京的。之前我们都说好了，说想一起工作攒钱，然后在北京买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小房子。这样的话，以后就在北京定居了。当然，他现在就是比较想回老家。其实我觉得和之前我们谈好的不一样。就如果他回老家的话，那我觉得就是要跟我分开了，因为我还是会在北京的。我是想着大城市赚钱，小城市花嘛。北京消费太高了，我要是回到小城市的话，那你为什么之前职务低的时候会认同？那个时候只是想给他一个圆满的一个，就是未来嘛。然后现在慢慢的我觉得离现实太遥远了。然后我还是觉得大城市赚钱，小城市花性价比比较高一点嘛。然后我父母也都在老家，以后我也会回老家的。今天谁要来的呀？是我要来的。来干嘛呀？我就是想把这事儿跟他弄明白说清楚。啥事儿说清楚啊？其实我们俩处了2年多了，就是也到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时期吧。是往前走还是算了？对。你的想法是？我的想法是，其实，在一段恋爱关系当中，我觉得男方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。问你呢？你们俩现在是往前走还是散了？我是想往前走。咋往前走？因为我们在一起都2年多了，也确实经历了许许多的事情，我觉得挺不容易的。行，问点具体的。在北京买房行吗？我觉得不行。把工资卡交回去可以吗？可以，但是他必须得省钱。他必须得按照我的方法来执行。你管理是吧？对。他可能现在很介意你在公司的这个地位哈。对。有没有可能为了他辞职呢？哎呀，我还得想一想。想一下，现在赶紧。我觉得不会，因为我觉得男人以事业为主。事业是最重要的。好。所以你要不要跟他往前走啊？我是希望的，我是要的。当时就喜欢他这个可爱憨厚是吧？对，当时也是看他比较老实。那你现在还觉得他老实吗？我觉得他，还挺有自己的想法的，就和之前我看到他的外表和我以为的不一样。所以你现在以一个他的老上司给他评估的话，你会怎么评估这个人呢？不以恋人。那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他工作的认真程度吧。他工作怎么认真吗？工作也算中规中矩吧。工作只算中规中矩。那或者任劳任怨。任劳任怨，中规中矩，就是他做你部下的时候拍过你马屁吗？如果是追我的时候，倒肯定是有。追到手之后呢？追到手之后，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好，但是我就觉得他升职之后就有一些变化，我就觉得他忽略了我。明白了。我解释一下，我没有忽略他，他就是想多了。因为我升职很多事情，很多工作我都不适应，我得刚慢慢的适应工作，我是这么想的。然后我刚升职嘛，我工作时间比较忙，然后我就是没有时间陪他，他就多心了。懂了。女生其实现在今天来主要是想要个说法的，对吧？对，我希望他还能正常的对我好，我不希望我跟他一直走下去之后，他对我的爱越来越少了。如果就是他以现在跟你相处的方式，你会嫁给他吗？不会。那你会跟他提出分手吗？会。所以今天女生是带着非常强烈的目的性来的，要不然你改，要不然咱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老师们怎么看呢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立刻分手。虽然我们不要阴谋论别人啊，但是要相信自己的直觉。就这个男人，他在他的工作环境中，他其实是有这种过分取悦的这种倾向的。
在他追求你的过程当中，你分得清楚他究竟是对上司的取悦，还是对你本人的取悦？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混淆，所以就让我觉得很迷茫，对吧？我从头到尾看下来，宝贝儿，我觉得你不太自信，可能就是因为你的不自信，现在你从一个高位变成了一个低位，你有很多的感官你都觉得不太对劲，太不自信了，甚至你在说到自己我觉得你是对的时候，你也是不自信的。在这段情感里面，你应该向他学习一点是什么？就是对自己好啊。他来你人生中给你上的这一课是让你学会，第一是自信，第二是对自己好。刚刚他在做选择的时候说，我先选事业，他的选择单拎出来说一点毛病都没有，但是加上你，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伤害。你也要相信你自己当下的感受。还有一个就是你们两个不合适，趁早拆，因为你现在不拆你会被踹。女生，我特别想问问你啊，你觉得他未来的人生计划里有你吗？我觉得他如果选择回老家的话，那可能你的老家也在那儿啊，有你吗？回到你们共同的老家。我不想回老家。那你认为你有他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你们是从一个共同的地方走出来的，所以那就是你们将来可以选择的一个地方，是这样吗？对。你回去了，他必定会跟着你走，是这样吗？对。他说他有你，但是他建立的这个前提是没有把你的意愿放进去，但是没把你放进去，这是俩概念。听明白了吧？如果把我带入到他的角色里，我也觉得你变了，而且我觉得你变得会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没有安全感，和以前简直是判若两人，开始质疑你曾经靠近他的这种理由到底是什么。因为你一开始靠近他的时候，我能够得到一个特别清晰的，就是关于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功能，就是亲密关系是用来互利的。你们两个人都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达到了自己想要获得的那份利，你的那个利到底是什么？是得到一个亲密爱人吗？貌似没有那么简单，因为你们还有一个交叉是在职场。但是现在呢，你们之间的互利是什么呢？你带给他什么呢？我可以给他一个家呀。你呢？我可以给他足够的安全感。你有安全感吗？我觉得没有。你觉得他能给你一个家吗？我跟他在一起，我从来图的不是他的钱。如果他有钱的话，我刚开始我绝对不是图他的钱，我觉得是他的一份真诚吧。你图的是他的真诚，所以那是最开始你们在这段感情当中的互利。所以今天你来说，你在这段感情带给他的那种利，他是感受不到的。一段好的婚姻里，两个人一定要势均力敌。他说的所有能给你的，你都感受不到，那还信什么呢？我很少劝人分的，真的。我突然就觉得啊，你们两个没成家，是吧？还没结婚呢，哈。对对对。对。这俩人就什么钱也放在一起吧，这个那个都在一起，就假扮起了夫妻。并不是假扮，我们是。夫妻才是共同财产才在一起呢，才一个篮子里边数鸡蛋呢。你们这么早，不分轻重、不分深浅的把所有的生活搅在一起，结果是什么呢？你这男朋友对你们的亲密关系毫无敬畏之心，毫无尊重而言，真的。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男女处朋友啊，在没有真正到了我们彼此要承诺、要负责、要至少在结婚的时候，我们是要终身在一起这样的坚定的意念之前，不要掺和的那么近。那点对婚姻的敬畏荡然无存。就是在恋爱关系的最初，无论是谁取悦谁，我们都愿意让对方开心嘛。取悦不就是我来让你开心吗？但是当你发现所有的取悦是目的为导向的，当他目的实现之后，这个取悦没有了的话，但是我就认为这个关系是不适合你的，不适合自己的，对吧？以前工资低的时候，为了取悦你啊，工资卡上交；现在工资高了，我得收回，他不懂，对吧？他知道你想要安全感，所以在
没有完全追到你之前，所有的你想要的感受他都给你。现在得到了呀，何必呢？你看他刚才毫不犹豫的就说：“那我肯定选工作。”如果真的要说为了女朋友这个避嫌或者不愉快，我辞职吗？绝不可能，考虑都没有考虑过。咱们当然不去做这样的要求，但是你听他这份坚决的心，他毫不犹豫的会舍弃你。所以我的建议真的是，女生如果不合适，及时止损。男生2个人相处是共同商讨未来的，是用真诚和真心去交换彼此未来的人生的。你真的没有给他安全感。你刚才说我会给你安全感，我会给你一个家啊。首先家我在哪儿，我就是家，多一个人和我成家。你不是没他你就没家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心就是自己的家。我劝你，如果你真想和这个女生在一起，你重新把她的需求放在你生活的第一位，看看能不能做到为她的需求去规划你们的人生。做不到，你们就彼此取悦了一阵子也就算了。谢谢。可能我的观点跟前3位女老师不太一样。其实我觉得你误解了这件事情，让你们特别深刻地理解到一个道理：为什么公司里面不建议员工谈恋爱？我经历过很多大的企业，都有这样的规定。为什么？特别忌讳的是一个部门上级和下级。特别忌讳有合作关系的不同的部门之间的员工会有这样的一个关系。为什么？你刚才提到一件事情啊，他是让我们部门的一个同事做 PPT 改了无数遍，对不对？你认为是苛刻，对吗？对。好的，你认为是什么？我觉得是公私分明，因为他那个工作有问题。他恰恰是因为他觉得有问题，作为合作方我要指出你的问题。可是你站在什么角度？啊，你升职了，你是我男朋友，你故意为难我，你不应该为难我。请问，此时你站的角度到底是他的女朋友，还是跨部门的合作？我是站在部门合作的角度上。好，那明明是部门合作的问题，引发到今天到场上说你们之间感情的问题了，为什么？恰恰你的例子说明了你的心自己都不知道应该站在哪一边了，公私不分明了。我觉得他做的没有问题。你认为你是他的上司，然后他就在曲意奉承你，对吧？所以他也通过同样的手段去达成了另外一部门的升职。你说这件事情是站在私的角度，还是站在公的角度？你站在的是情侣之间的角度，然后你质疑他跟他的上司之间的关系了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站在一第三方，因为你完全是带有主观意愿的，所以知道你们不应该在一个公司里谈恋爱了吧？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是在一个字，在变上。他是有变化了，他的心态当然变了。你难道觉得他永远10年20年都要是这个职位，都应该是你的下属吗？他要不要升职？他要不要成长？请问你可以接受他的成长吗？他想回去了，请问这件事情跟他升职有关系吗？如果他要回黑龙江，岂不他现在在这家公司的前途没有了吗？你又给他搞在一起了，所以拉开距离看，放在客观角度来看，你不能接受的是他的变化，而不是他的升职。我认为你们真的应该把家事和公事要分开去聊，你们之间矛盾自然就能够清晰，到底问题在谁身上。有的问题是无法避免的，每个人都会变化，每个人都会成长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其实从我的角度，我挺理解这位男士的，我也很理解你啊，因为我觉得异乡打拼的人，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自保，如何生存。其实说实话，在北京买房不容易，很难。你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了，你有你自己的计划。姑娘，我想说，他未必说他的未来的计划里没有你，但要看你表现如何，因为他不会为了你停止他的脚步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目标不一致，那不如就好好的说再见。在我看来，那就是恋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之后呈现出的一种平静的状态，只是因为你有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，这个砸下来之后有点接受不了了。当然他有没有变，那肯定是变了，他很多2年前的承诺他在变化。我们客观评价他，其实是个挺有上进心的男人，爱还爱啊。
但是在本质和骨子里面，你刚刚认识的那个老张不是一个真实的老张，今天你认识的才是真实的老张，对吧，老张？对。老张的真实就在于，我是伺候不了女人的，我没有对女人那么的关心体贴和呵护，对吧？这是老张的本质嘛。老张本质里面可能还有那个东北的那点大男子主义呢，是吧，老张？对。老张压根儿在心里面也没有被你拿下的服服帖帖，只是那个阶段嘛，能屈能伸。老张，就是在恋爱关系里面，你这样就有点不厚道了。其他的关系，我觉得每个人的价值观可以自己去想，但是你在爱情当中这样，多少让人觉得有点不厚道。其他倒也没啥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六十秒。我希望你在工作上能理解我，然后以后的计划里能够跟我一起回老家。我不能理解，我希望随着我们两个人的发展，我不希望你对我的爱越来越少，我希望你还能像以前一样对我好。我想说，就是我对你的爱一直都没有变，只是我们对未来的计划变了而已。我希望你未来的计划里是有我的，但是我不希望只能由你一个人来做决策。就是我的计划里也有你，只不过我们的想法不一样。就像之前我说的，在北京买房，当我真正要实现起来的时候，我发现特别特别难。咱们还不如在老家呢，大城市赚钱，小城市花，而且咱俩都是老乡，然后咱俩父母都在老家，我觉得这样起来更好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栏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吧，做预测吧。男出女不出，双不出，双出。来，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。你有什么对他说的吗？我想说，就是我们一开始的初心是不变的，然后我现在对他的态度，就是我对他的态度一直都从来都没有变过，只不过就是北京买房这个事儿，就是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，他一直想在北京买房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实现太难了，我说真的，我给不了他一个北京的房子。那你干嘛出来呀？我以为他会出来呀。我再给你一个选择，你可以从这儿走，你可以退回去，你自己选。好，退回去还是从这儿走？从前面走。好，谢谢您，请回。行吧。他走的那么匆忙，是去追去了吗？问我呀？问老张啊？好了，祝他们找到他们想要的幸福的生活和那个舒服的陪伴在他们身边。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。看电视享5季，选中国广电。再一次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